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汽车上最容易受伤的是哪个部位？我觉得肯定是前后保险杠。我准备这个视频之前，仔细观察了路上单位的不少车，发现很多车的前后保险杠都有剐蹭的痕迹，很多人都是懒得修理，随便补了一下漆，或者是直接不管了。我车的后保险杠也在倒车的时候蹭了一下，也没有修理，自己买了一个防擦条盖住就完事了。为什么汽车的前后保险杠这么容易剐蹭受伤，而且名字就叫保险杠？那为什么基本上所有的车保险杠还是要用塑料来做，而不是金属？一点也不保险。金属做的保险杠不是更能保护车辆吗？到底为什么保险杠用塑料来做？其实原因有很多，今天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。其实在很多年以前，汽车的前后保险杠都是以金属为主的，一般都是由钢板冲压而成，跟车架的纵梁、铆接或者焊接在一起，也是后来才有了更好的替代方案——塑料保险杠。首先要说一下安全性的问题，保险杠和防撞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保险杠是吸收和减缓外界冲击力，保护车身前后部的安全装置，而防撞梁是用来减轻车辆受到碰撞时吸收碰撞能量的安全装置，所以两者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。前保险杠做成塑料，可以减少车与行人碰撞时车对行人的伤害，而且塑料的保险杠在碰撞的瞬间还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，可以吸收部分冲击、冲撞等带来的冲击能量。如果是金属的，对行人的伤害将是非常致命的。由于撞击的位置大多都是行人的膝部，容易造成膝部的粉碎性骨折，导致瘫痪。相对而言，塑料前保险杠就会好很多。再者，现在的保险杠使用塑料也是为了降低车辆的成本。如果说保险杠材质在功能性上没有必要选择金属，那么选择塑料还可以有效的降低车辆的成本。塑料保险杠拥有弹性，可以规避较小的磕碰，并具备一定的抗冲击性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是在小磕小碰的情况下，塑料保险杠都能自动回弹、自动修复，即使是掉漆了，也总比凹进去强。毕竟喷漆比钣金修复便宜多了。而且塑料没有腐蚀的问题，在碰擦的情况下，就算是油漆被蹭掉了，也不用担心生锈，大大降低了维修成本。汽车作为一个大件，生命周期一般都在10年以上，在这漫长的生命周期中，要面对雨雪等各种物质的腐蚀，而保险杠又在车辆的前后最突出的位置，所以说塑料防腐蚀的特性正好就可以发挥作用了。塑料的可塑性要比金属强，可以满足如今各具特色的汽车造型，特别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汽车前脸，塑料保险杠就能满足更加个性化的设计。而且塑料保险杠的加工成型也比较方便，只要开好一套模具，用注塑机不停的注塑，产能大，检测方面快捷。本身塑料保险杠的成本就不高，这样造车成本就更容易控制。最后，使用塑料材质的保险杠也是为了顺应汽车轻量化的发展潮流。要知道，现在国家对于排放的管控是越来越严格。那么在动力不变的情况下，为了降低排放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车身的轻量化。因此，现在的车辆在研制、研发、生产的过程中，除了车身框架等部位采用的是刚性材料之外，其余都会尽可能的轻量化。所以，保险杠采用塑料材质也就很正常了。不少汽车发烧友都会为自己的爱车改装金属的保险杠，觉得这样做可以提升车身的抗冲击性。但是这样改装之后，发生事故时会对行人或者其他车辆造成更大的伤害，而且这也属于非法改装，一旦出了事故，保险公司是不赔的。此外，金属部件还会加大车身的重量，从而影响了油耗和制动效果。所以说改装一定要理性，除非是你的改装用于专业的比赛用途，否则最好不要改装金属保险杠。现在大概能理解为什么汽车的保险杠使用塑料材质了吧？可千万别以为这样做会让汽车不安全，也并不是厂家的偷工减料。汽车的整体安全性讲究的是整体协调，并非是哪个部件越硬，车子就越安全。